见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依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；为了你，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斑点表哥，斑点表叔，哎呀，你们个个不要乱跑，乖乖听我说几句嘛。虽然上次搬救配柳红的事儿没有成功，可是我知道，我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你们说的，对吧？哎，斑点的表妹，好不容易有了哥哥，有了家人。如果我跟永琪回宫的话，我的哥哥萧剑，他一定会好伤心好伤心的。可是我不回宫，到底对吗？那个皇宫啊，就像一个大鸟笼，哪像你们啊，公鸡母鸡这么自由，贺大嫂都不会把你们关起来，限制你们的自由，让你们到处乱晃的。那个家伙又在那干嘛？大成又在找斑牛的表妹商量什么来着？希望跟我没关系啊。我左思右想，如果我跟永琪回宫的话，不是太委屈我了吗？如果我回去的话，我又要面对欣荣，还有于妃娘娘，那我还能笑吗？还能像小燕子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欣荣还是永琪明媒正娶的老婆，她有那么好的家世，而我每天都在咋咋呼呼的，我敌不过欣荣，于妃娘娘不可能会真正喜欢我的。我永远忘不了于妃娘娘跑到我淑芳斋来，大骂我是妖女的事儿。她还说我对永琪下蛊。我更忘不了于妃娘娘上吊的事儿。她好不容易已经救活了，如果我再回去，害她再上吊一次，那可怎么得了？再也没有第二颗凝香丸可以去救她了。明明是应该对人说的话，怎么对群莫名其妙的鸡在说？直接和我说不行吗？跟你说得通吗？你会了解他，同意他，
不插嘴，不发表意见吗？那些公鸡母鸡能了解他吗？我去跟他说清楚。小燕子，你有什么烦心事，有什么烦恼，可以对我说呀。干嘛对着一群鸡喃喃自语的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脑子有问题呢。是，我脑子是有一点问题，好多事情我都想不清楚。我跟你说也没有用，你就只会劝我，拼命把我往你希望的方向去拉。这些天我又哭又笑的，我没有力气了，我再也没有力气跟你拔河了。十全十美就要结束了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别看这家小小的面馆，也发生过不少感人的故事，也来过不少大人物呢。就算我这个不爱掉泪的大女人，也曾经红过眼眶。十全十美分开以后，何时才能再相聚呢？大的女侠，给我来一碗特大碗的牛肉面，再来一壶好酒，几盘小菜。对了，再给我加2笼蒸饺。你没有看到门口的牌子吗？今天休息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这好端端的日子，为什么休息啊？这么开店，怎么谈得上是独立自主走天下呀？哎，你不是云游四海吗？怎么还在南阳？我已经云游好久了。忽然想到，还有一位大女侠的名字我没弄清楚，这不知怎么的，我就云游到这儿来了。你看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你特地来找麻烦的是不是？你要是再敢满嘴胡言乱语的，当心我收拾你！我这个人直来直往，从来不撒谎。这些日子呀，好几个省份我都跑过了，比武、打猎、打擂台，干了不少的事。但是，我这心里面一直放不下，牵挂挂，总想着这个十全十美的面店。这世上本无十全十美，可是没想到这个面店却叫十全十美。我那天大概算了一下，哎，好像还真有10个人，确实个个都是俊男美女，尤其是有个高个儿的大女侠，语出惊人，更是令人难忘。这家面馆快要歇业了，十全十美也快要分开两地了。不过你一句话说的没错，世间本无十全十美，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永远都有这个十全十美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10个就要分开了，就要离开这南阳了？是。如果你晚来2天，我已经走了。大女侠，你要去哪儿？你管我？天大地大，去我该去的地方。是，天大地大。可是相遇只在某时某刻某一瞬间，有时候错过了，就永远都错了。大女侠，你确定不会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？知道名字又怎样？有什么意义？我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，不会给自己添麻烦的。你好像也一样，你不是要过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吗？你说的没错，但是人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。你相信我，我哥高亮就是个例子。有时候，一个人的无拘无束，和2个人一起的无拘无束
是可以兼容的。看来，女侠是坚持自己的观点。那好，我高明就告辞了，祝你一路顺风。柳红，什么？我说，我的名字叫柳红。永琪，自从你不辞而别，我和心如几乎日日以泪洗面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从来不知道，思念会像一把利刃，正在一刀又一刀将我凌迟处死。早知今日要忍受这样的折磨，不如当初悬梁自尽时一死了之。心荣嫁进永和宫是我的错误。如果我料到你会离去，我宁愿承受一人之悲，也不愿意造成两人之痛。最让我难过的是，你膝下无子。如果我有个孙子，心荣有个儿子，或者我们婆媳在悲痛思念之时，也有个希望和寄托。额娘，我实在太不孝了。当初害你悬梁自尽，现在害你凌迟处死。我深深知道，你不会接纳小燕子，她也累了，无力和我拔河。如果我不能跟皇阿玛回到宫里去，恐怕您再也无力支持。我被迫要在您和小燕子当中选择一个。虽然我如此深爱小燕子，但是我又怎能让您被离人一刀刀切割致死？永琪，你怎么又在撞头了？上次你额娘上吊的时候，你撞的头都出血了，我看了心疼的要死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是想到你额娘了吗？我舍不得你，1000个舍不得，10000个舍不得。难道分开是我们唯一的路？可是我又不忍心再让你受委屈，不能让我们的噩梦再重来一次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想好了，为了皇阿玛，为了你额娘，为了好多好多人，还有你的前途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其实，你额娘比我更需要你。自从她上次从鬼门关回来之后，身体就大不如以前硬朗了，这点你心里也很清楚。永琪，不要因为我再让你额娘难过了。你是唯一可以带给她希望的人。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小燕子了。我不希望我的快乐建立在你额娘的痛苦上面。你应该回去，做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，好好的孝顺你额娘。你怎么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呢？你越是这样说，我越是舍不得。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？你已经决定了，不跟我回宫了。我决定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孤零零的孤儿了。我有萧剑啊，我有晴儿，我会跟他们一起过得好好的。但是，你不会想我吗？
思念不会也像刀一样切割我们两个人吗？你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。你如果不能回去面对你额娘，我会看不起你的。你就去做让你觉得正确的事情，你去做不会让你撞头的事情，好吗？我为你感到骄傲，但愿我也能像你一样的洒脱。让我告诉你，我们不会分开多久了。关于前途那些事，对我如同飞灰。但是，我还欠我额娘和心荣一样东西，我必须去还给她。小燕子，你愿意再等我2年吗？等你2年？是。你既然决定向南飞，我又必须向北走，我们就暂时分开2年。我去尽我应尽的义务，2年后，我再来大理找你。我们做一个2年的约定，如何？那2年后，你的义务就尽完了吗？2年后，你就可以从皇宫里出来了吗？假如2年后，我没有回到你身边，你就不用再等我了。找一个爱你如我的人，跟他共度一生。假如2年内你变了，不再想我，不再爱我了，你就选择你的心去走，不用管我。那2年后回到我身边的你，又能待多久呢？如果2年后我回到你身边了，我就是一个义务尽完的人，一个全心奉献的人。那时候，我就再也不会离开你。好，我们就以2年为期，我等你。这么说，我们大家就这么决定，兵分2路，一路跟着老爷回北京，一路跟着萧剑去大理。就这样，决定了。反正，我和柳红金锁是一定要回北京的，我们要把汇宾楼重新开张。真的要兵分2路吗？那我们十全十美不就散了吗？那太可惜了。既然已经没有什么血海深仇了，为什么大家不能一起回北京呢？小燕子，你要跟我走，不跟永琪走了。是。我现在有哥哥有嫂子了，我有我的家。我已经迷路了19年了，我应该要飞回自己的燕窝里去了。你们都谈好了吗？你们舍得分开吗？只是暂时分开，没有分手。永琪，你们2个吵架了吗？怎么也要兵分2路啊？没有，只是想通了，所以做了一个对大家都好的决定。想通了？你的脑袋瓜不要自己打结就好，你还怎么想通啊？尔康，我现在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毛毛躁躁的小燕子了，虽然偶尔我还是会控制不住自己，可我现在已经学会思考了。永琪那天说萧剑，说不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意义，也不知道那种呼唤的力量。现在这句话的含义，我完全能够体会了，也能够体会到于妃娘娘期盼永琪回家的那种力量。我觉得，如果我真的爱永琪的话，我就应该要放手，让他回去尽孝。我好舍不得你，你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？紫薇，你不要难过，尔康会保护你，我很放心。
你已经确定是皇阿玛的女儿了，就安心回到皇阿玛身边去。斑鸠，永琪就托你照顾了。你们两个是哥俩好，不要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不要以为我在那个遥远的大理听不到，知道吗？我没有要和永琪回宫啊。啊？那你要去哪里啊？回你那个大不颠颠国？什么大不颠颠国？教你几次的大不列颠国？我决定跟着退休的姑娘，去看看好山好水、户户有花园的大理。还好，他身边有个斑鸠会照顾他，像我一样的爱他。哥，你答应让斑鸠跟着我们呀？鸟类不是都要去南方过冬吗？让我们的斑鸠去大理过冬，好像也不错。范建明，你不跟朗教师回去可以吗？我师父太了解我了，他会祝福我的。看来，我们这十全十美家族真的要分手了。尔康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我们不是分手，是暂时的分离。也许将来还有一天，我们还会再相聚的。好，只是暂时的分离。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。晴儿、小简、小燕子、范杰明，你们4人南下去大理，其他的人跟着老爷回北京。我明天就把这样的结果去向老爷报告。怎么又叹气了？还没有调整好心情，做好心理建设。你如果对于回北京又有了矛盾，何不跟着小燕子一起去大理？反正功名利禄和江山，你早就不要了。这是我额娘让老爷带来的信，你不妨看看。不好吧？这是你的家书哎。我希望你看看。我和小燕子，我和我额娘，正好应了2句话：世间多少痴儿女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该怪谁呢？是怪小燕子，还是怪我额娘呢？他们2个都是深深爱着我的人，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让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逼到现在，我只能选择和小燕子暂时分离。范建明，我坦白告诉你，我和小燕子有一个2年的约定，2年后，我会再回到她身边。可是，这2年，我希望把小燕子托付给你。只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的人，请你代替我，爱护她，照顾她。2年？你要用2年的时间给于妃娘娘这个希望？是，那是我欠我额娘，也是我欠心荣的。只要这件事情完成了，我就尽到了身为人子的责任。到时候，我就会和我以前的生命完全告别。我会回到大理，跟小燕子相守一辈子。说不定用不了2年，我就可以回来了。你知道，只要你回到那个皇宫，一切都可能又会回到原点，任何事情你都无法控制，然后这2年之约又会成为空话。我知道，这2年之间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我们这2年，也不是发生了很多意外吗？万一我身不由主，这2年之中，我没有回来，范建明，你也不要对我心软，勇敢的去爱小燕子。不要一厢情愿了，2年很长，万一2年之间我控制不住自己，乘虚而入，你怎么办？我认了，
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认了。如果我真的跟小燕子无缘，如果她真的接受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我会诚心诚意的祝福你们两个人。我深深相信，你是完全可以给小燕子幸福的人。可是，班金明，我也求你了，给我2年的时间，可以吗？坦白说，只怕我管不住我的心。你已经管了2年了。如果你真的和我竞争，我早就输给你了。Really， 我可没有这样的把握。兄弟，我不能给你任何的保证，但是我会努力去做。照顾小燕子，让她开心快乐，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，已经做得习惯了。等不等你2年，不在于我，而在于小燕子。不过在你离开的这2年里，我会守着她。这样就够了。谢谢你，班金明。幸好，在去大理的路上，有你陪着小燕子，我就可以安心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此时此刻你要练字啊！你别管我了，我写个通宵。你去睡吧。知道你不回宫的消息，我很难过。为了接你们回宫，我把你们宫里面的衣服都带来了。可你这么做，知道自己正失去什么吗？下次若想再让我大老远跑来接你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是的，老爷。我知道，您很希望我能和紫薇他们一起回去。可是啊，那地方我实在闯了太多祸了，把大家都弄得鸡飞狗跳的，也把我自己啊弄得心力捣碎，糊成一团，乱七八糟的。是心力交瘁。哦。以后再也听不到你小燕子笑话、小燕子语言了。你这么潇洒的一走，怎么突然感觉受伤的是我这个老爷？老爷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打平手嘞。你看啊，我冒险上围场去帮紫薇送信，让你找到了流落在民间的女儿紫薇。然后呢，你又帮我找到了杀父仇人，帮我爹娘报了仇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不就已经谁都不欠谁的了吗？说是不是？你现在的意思是着急跟我撇清关系啊？这么不愿意当我的女儿啊？不是啦，我只是说回想起来，觉得我们挺有缘分的嘛。你看啊，我帮了皇上，皇上又帮了我。唉，这段故事啊，要是以后说给我的子子孙孙听，他们估计都不会相信我居然认识大清的皇上，我还当过《还珠格格》。哎，老爷，你看那有船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老爷，我们俩一起去划船吧。你会划船吗？开玩笑，我还是船长呢。您忘了吗，老爷？上一次啊，我们去采河路，我、金锁、永琪、班金明，我们就是坐着船一滴滴去帮您收集的。只是可惜后来，河路被紫薇给打翻了，害娘一滴都没有尝到。好了好了，老爷，您不要再犹豫了。既然您马上就要回北京了，就让我再陪您坐一趟船，制造一下我们父女的回忆嘛。小燕子，
虽然你的出现带给皇宫许多的危险和震撼，但是你是我的惊喜，也会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回忆。好了，我们父女一起坐船游湖吧。福伦，备船。好，是。我现在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没让你跟永琪早点结婚。如果你现在是我的媳妇儿啊，那你就赖也赖不掉，跑也跑不掉，只能乖乖跟我回去了。老爷，我很清楚自己有几两重，小燕子一生都会是小燕子，永远也变不成大凤凰的。其实啊，你和老佛爷、于妃娘娘，我都不怪。我只怪我自己爱上了永琪。那你们现在分道扬镳是不爱了吗？这不像是你小燕子的作风啊。老爷，您听说过强扭的瓜不甜吗？永琪其实是一个很孝顺的男人。老爷您也是最清楚了。永琪留在于妃娘娘身边尽孝，比留在我身边更让我尊敬。其实，永琪一直都惦记着于妃娘娘。我实在不愿意看见她心里埋着苦，埋着对于妃娘娘的歉疚过日子。所以，我们就决定暂时先分开了。小燕子，这段日子你吃苦了，也懂事多了。既然你们都已经谈过了，那我也只能尊重你们的决定了。不过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永琪，也别忘了我这个皇阿玛。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成为我的亲人，我的孩子。皇阿玛，现在在这个世上，您是我唯一的父亲了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我都是你的家人，你的女儿。好，好。朕要的就是这句话。朕是你永远的父亲，你是朕不变的好女儿。哥哥，你今天把我们召集到这里，是有什么事情要宣布吗？哥哥，是不是决定和我们大家回宫了？没这回事。哥哥，你不跟我们回宫了？你们6个听好了，金锁嫁人，不会再回宫了。从此淑芳斋就只剩下紫薇一个人了。紫薇没了金锁陪伴，一定很可怜。你们几个要好好的照顾紫薇，不要让她挨饿受罪，听懂了没？那是一定的呀，我们一定会伺候好紫薇格格。可是还珠格格，淑芳斋也是您的家呀，您真的打算不要我们4大才子和2大美女了吗？你们4大才子和2大美女对淑芳斋有情有义，所以今天我再封你们为淑芳斋的6大顺。以后你们就是我们淑芳斋的吉祥物了。少了我这个闯祸的格格，以后淑芳斋就会一切太平，6大顺了。你们要好好的照顾紫薇，不要让她受罪。还有我们的家要守好了，听见了吗？可是咱们6大顺也要保护还珠格格呀。您把我们从4大才子升了官，我们就更应该照顾您啊。格格如果不回宫，小虫子自愿跟格格走。胡说！你是宫里的人，哪由得了你自己做主啊？可是我们6大顺和4大才子舍不得您啊。乖乖懂你懂，格格，我们还等着您回去，
给我们办出气球大赛。你不回去，宫里所有的才子和美女们都会很失望的。哥哥，皇上带我们出门，是让我们接您回家的，怎么变成和您做最后的道别了呢？哥哥，你是现在不回去了，还是永远都不回去了？我想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会回去见皇阿玛的。好了好了，我好不容易给你们取了个66大顺，讨个吉利，你们谁都不要哭，不许流眼泪，听见没？今天晚上的践行宴，你们统统给我吃饱了，否则我再也不理你们了。现在你们来齐耳立地一下，跟着我喊：4大才子，2大美女，66大顺，事事如意，胜利！来！4大才子，2大美女，66大顺，事事如意，胜利！哥哥，什么事情胜利啊？大白眼泪，笑着分手就是胜利。以后咱们都要胜利，知道吗？笑，笑。打4个鸡蛋。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哎，你别蹭着。哦，小心。刚做的。哎，小心。好脏。好吃。紫薇啊，本来这顿饭是要给老爷和你们往北的队伍践行的，没想到还要你亲自下厨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十全十美的面馆里，我实在好舍不得。我们的生意刚刚上手，就这么放弃，太可惜了。是啊，为了我和小燕子还在门口这么卖力的吆喝，就这么放弃了，真有点舍不得呢。你们不用舍不得，也不用觉得可惜。这家面店已经决定交给贺大哥、贺大嫂了，他们会继续经营下去的。那就好，有人接手，就不枉费我们打下的基础了。紫薇，你还是回去当你的诗情画意夫人吧，是该离开厨房的日子。大家继续干活，我去那边帮忙了。小健，明天大家要在南阳分手了。这次我做主将晴儿交给了你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对待她。大伙儿帮柳庆金所办完了婚礼，却来不及帮你跟晴儿完成终身大事，这一点我很遗憾。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跟尔康保持联系。宫里面该给晴儿的一点都不会少。谢老爷，小姐完全能够照顾好晴儿，请放心吧。班建明，我不知道你的师傅郎教士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会答应你离开他。相信你有你自己的理由。这一路上就好好照顾自己吧。郎教士跟咱们中国是密不可分的，宫里会继续照顾他的。谢谢老爷。年轻人率性奔放的心，不是任何人都管得了的。只好给他自由。老爷，很高兴我的师傅能够在中国受到老爷的重用。班杰明无法再伺候老爷，请您原谅。大概是我的肚子饿了啊，咕嘟咕嘟。
爷吃饭，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，请。一心一意猪心面，二龙戏珠打卤面，三足鼎立猪脚面，四季平安四季肉丝面，五花八门腰花面，六畜兴旺红烧牛肚面，好，七拼八凑牛杂面，八面玲珑丸子面。哦，哎，九牛一毛牛肉面，这老毛病又犯了。十全十美什锦面。咱们北方人啊，喜欢吃面食。哎，你们今天是想让我们吃这十全十美面条宴吗？对，老爷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个就是十全十美面条宴。我们从1到10把招牌面都端出来了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小燕子，咱们这招牌面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？尔康，咱们老爷是什么身份啊？今天晚上是给老爷饯行，当然不能取太平凡的名字啦。所以我把我们招牌面全部都重新取名了。比如说那个猪心面，我给它取名叫做一心一意。人家紫薇说了，我取得还不错呢，有气体。可是，这个鲜虾卤蛋面，为什么叫二龙戏珠啊？这你都看不出来？那这个2个虾子呢，就是二龙。戏珠就是这个卤蛋啊！这名字取得不错啊，小燕子，你应该有枪手吧？什么都逃不过老爷您的法眼，是青儿帮我改的啦。我对二实在是没辙了，我想的全是饿虎扑羊、恶名昭彰、恶行恶状，被他们笑得要命，所以青儿就把我改成饿了戏珠了。这个因为有腰花，所以小燕子取成五花八门，啊？哎，这猪脚面是三足鼎立呢，还是三猪鼎立啊？马马虎虎，反正跟猪有关就是了啊。这七拼八凑是啊，是牛杂嘛，什么东西都有，小燕子就取个七拼八凑了。好。牛肉面不是很贵吗？为什么叫9牛1毛？斑鸠，我脑袋瓜子里已经想不出什么词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想了一个9牛1毛。你总不希望我把牛肉面取名叫做9命怪猫吧？这像话吗？好，什么名字都好，重要的是心意。面都快坨了，大家开动吧。来，好，我来尝尝这最出名的十全十美。下次啊，不知道你们这儿十全十美什么时候才能再聚首？好好珍惜今夜吧。我去看看他。紫薇，你怎么了？大家都在好端端的吃面，你怎么哭了？啊？紫薇，小燕子，我知道你也很难过，你只是假装坚强，假装熬得过去。你取的一些怪名字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，让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分离，对不对？紫薇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就不要再难过，不要哭了，好吗？虽然我们明天就要分开了，但是我的心会一直跟你在一起的，啊！
你别哭了，你再哭，我怕我会哭得像瀑布，流不停了我。小燕子，让我们姐妹俩今晚哭个够吧！我要把我一生的眼泪都留给你。紫薇。相爱是为了彼此守护，不该让你我憔悴。我知道我并不高贵，但是我却不卑微。聚散变成选择。